阿根廷小胜阿尔及利亚。解盘思路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宫位落入了坤宫，9天是最大的吉神，把天盘星克的地盘星，给阿尔及利亚很大的压力。这个1-0，反正主队会胜。哈喽，我是你们的元气侦探小柔，欢迎回来。道元冠节特别节目《奇门一测世界杯》，今天这场球我跟你们说，眼泪和冷门预警都要准备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球王梅西阿根廷队第一次亮相，卫冕冠军登场，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的对手是谁？那个外号叫做沙漠之狐的阿尔及利亚。你可能不知道，这支球队历史上可是有大赛爆冷的基因的。早在1982年，他们就在世界杯上打败过西德，而且阿根廷打阿拉伯队，心理上总有点阴影。大家还记得2022年输给沙特那场吧？所以这场看似稳稳的首秀，其实暗流涌动。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梅西传奇终章的起笔，还是一只沙漠狐狸搅乱剧本的开始？我们不猜了，快请先生来给我们开个天眼吧。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道元。先生好呀！刚刚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心里就一直在想，今天这场球对阿根廷来说太特别了。先生平时会有关注阿根廷或者阿尔及利亚吗？对于阿根廷的了解，马拉多纳啦，然后现在的这个梅西呢，仅此了。那我偷偷做的功课，我又得拿来显摆一下。大家对阿根廷的认知可能就是梅西的球队，但我跟大家说一个数字，你们就知道他有多华丽了。阿根廷前队总身价8亿欧元，光是阿尔瓦雷斯一个人就值1亿。不过有趣的是，梅西虽然现在身价只有1500万欧元，但那只是一个账面上的 bug， 实战价值根本就没法用钱衡量。他在战场上就是神，很多人心中的球王。而阿尔及利亚呢，他们全队身价加起来可能还没有一个阿根廷零头多，但是他们有一把能够穿刺防线的尖刀，核心前锋马扎，他是球队绝对创造者。沙漠之狐能不能挠伤巨人，就看马扎今天能跑多快了。纸面上是天壤之别，但足球嘛，从来不是加减法。先生，您帮我看看这场比赛是如何走向呢？先说结论，阿根廷小胜阿尔及利亚。那我想知道一下，先生您的具体解盘思路是什么样的？做的预测，首先跟球队有谁，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基于当天的那个天时下，6月17号早上9点钟。那么我们以这个时间段起盘得出的盘面信息是05、甲午、壬戌日、乙巳、时。首先，我们看一看主场壬戌，就是天干这个壬水落入了坤宫，逢子午逢壬水，逢乙木，逢庚金，逢天柱星和逢山门。有意思的事情是，也就是说，阿尔及利亚它和阿根廷在一个宫位，月干为这个甲午。那么甲木分子午甲木就是子午。我们在奇门遁甲里面，因为我们要把甲藏起来我们叫奇门遁甲嘛。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就是他们两个主场和客场，它在一个宫位。那既然在一个宫位，那先生您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是打平局呢？如果我们光看一个宫位的话，那确实它有平局的可能性。但是先生对于奇门的预测，对于术数的这种追求，一定是要精益求精的。既然是在同一个宫位，那我们就看其他的信息作为一些辅助。那既然是险胜，那我们就看看盘内的其他的信息，然后方便我们去做一个判断。那么首先看壬水，阿根廷是壬水，壬水为自己的话是为阳水，那么它的对手就是什么？就是阴水竞争的嘛，就是癸水。天门干属于壬水，那么看它阴水、癸水在哪个宫位，我们可以看得到癸水在哪里，在坤宫，它逢六合，逢天刃星，然后地盘星为丙火。这里有一个信息出现了，就是它是逢死门，并且什么死门门破。
这里有了一个现象，就是阿根廷的对手并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就是冷水的对手就是癸水，癸水并没有发挥它的能量。阿尔及利亚分子符，它是甲木，那么甲木的对手就是乙木。那我们看看乙木在这个盘上的讯息是什么？乙木在这个离宫，乙木加上庚金，加上天瑞星，加上申门，加上丁奇，加上九天，九天是最大的吉神。那么又分三奇六乙里面的乙奇，又分丁奇，又分申门，这种种迹象来表明阿尔及利亚的对手发挥的更好，我们可以判断阿根廷会险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同宫的信息，就是坤宫这个同宫的信息里面有子符了啊，然后分天柱星了，然后分三门了。因为子符逢坤宫，子符加上天柱星又逢三门的话，在我们奇门遁甲里面有一句口诀：子符坤宫天柱三，贵人无力事乖张，乙庚合处藏克害，人以小蛇意茫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是在奇门的这个口诀里面刚好对应了这一场的比赛。会出现什么事情呢？又逢三门就代表什么？会受伤。天柱星也不是一个吉利的这个，所以有碰撞，有对抗啊，一个是主攻，一个是主防守啊，双方呢有可能产生什么智力性的这种冲突，同时会有人受伤，因为逢三门嘛，会难免会有受伤的这个形式出现。所以结合这个口诀呢，就是在上半场会什么竞争的非常的这种激烈，然后到下半场以后，那么分了9天，那阿根廷逐渐找到了自己这个节奏，然后开始什么又分生门，也就是说开始会有破门的这个现象啊。天雷星它来的迟一点点，但是呢它还是什么会赢，而这个阿尔及利亚到下半场已经不行了啊。为什么？它分死门啊，然后天盘星为癸水啊，地盘星为丙火，那么天盘星克了地盘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现场的这观众啊也给了这个阿尔及利亚很大的压力啊。最后呢分死门，死门就是不动啊，没有进攻的事态了，只是有防守的这种事态了。所以综上所述，阿根廷险胜阿尔及利亚。小胜，那我猜个1-0，先生您觉得呢？反正主队会胜，进球可能不会太多。啊，那我懂了。世界杯的首秀嘛，往往都会有点紧张，阿尔及利亚肯定会摆出严厉防守。我也大概了解了球队情况，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阿尔及利亚肯定会摆出严密防守，收缩禁区，让梅西和阿尔瓦雷斯不好转身。阿根廷虽然控球率高，但是要靠一个定位球或者替补上场的老塔罗在禁区肉搏出机会。总结来说，过程虽然艰辛，但是阿根廷3分到手，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不过我老规矩，我还是要替先生再啰嗦一句：玄学预测仅供参考。足球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今天我们就带着期待的眼光去看梅西，看阿尔及利亚，享受比赛本身就好了。但是今天你如果听先生讲完这么能预测趋势的奇门遁甲产生了好奇，那可不能错过了。这门古老的东方智慧真的不只是用来猜球赛的，先生平时会用它来帮助很多企业家投资人看清局势，把握商机，规避大坑哦。如果你对自己的人生或者生意场上感到有些迷茫，想找另一个维度参考，欢迎你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来和道元先生结个善缘。那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用玄学的眼光看世界杯，拜拜。好了，下次再见，拜拜。